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7日晚间17点5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美股的表现啊，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低开之后啊，反复的震荡之后，它收了一根阳线，但实际呢它是一个实际的阴线啊，因为它低开之后反弹力度不足，没有打到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实际上的阴线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啊，周线级别上很容易出现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如果最终完成的话啊，在下周完成的话，容易打到目标位31000点。所以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周线级别的趋势上啊，下跌趋势。目标位是在120周均线31000点。在美股下跌趋势当中啊，比特币昨天出现了一个低点出现在35290美金。这样呢，在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上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啊，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出现在4月11日，然后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个4月11日唐僧阴线的震荡啊。我们可以看图中啊，分别是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这4组阴线组。然后呢，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们以4月26日的这根阴线为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悟空阴线啊，也就是起始位置。因为4月26日的这根阴线跌破了箱体的下沿，跌破箱体下沿之后，这根阴线4月26日的这根阴线就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啊，前天出现了一个大跌，这个大跌呢，这个大的跌幅呢，跌破了4月26日的收盘价，跌破这里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八戒阴线，也就是第二组阴线，目前正在运行在第二组八戒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我们通过合并 K 线找到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修的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那么下方呢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这样呢形成下一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同时呢，在周线上我们看到啊，目前已经运行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什么叫沙僧位呢？沙僧位是第三轮次的下跌 K 线组啊，第三轮次的下跌 K 线组，我们管它叫沙僧位。沙僧位这个位置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人是非常完美的走完人生的，或多或少都有很多的震荡。所以呢，目前周线级别上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周线级别的下跌目标位呢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周线级别下跌目标位是在波谷连线啊，就是这一整轮牛市当中波谷连线啊，从去年2月份开始算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33500美金这个位置上呢是我们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位。那如果这个位置再次发生跌破，我们看到行情当中就形成了第4次波谷。第4次波谷是什么概念呢？首先这是第1次第2次、第3次它这个2根针算1次，这是第4次。第4次波谷跌破33000美金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江恩法则里面有这个4次等位置波谷，如果在第4次发生之后，很容易发生跌破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新低这个新低呢，就是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认为会出现一个新的低点。然后如果33000美金发生了跌破的话，行情会继续往下走那在上轮行情当中呢，比特币的下跌幅度达到85%，那这轮行情只跌了50%左右从高点到目前价格跌了大概是50%就是下方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但是这个下跌空间的打开呢，是要跌破33000美金这个重要的支撑的然后呢，我们回到小一点的时间级别上去看，
啊，我们看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阴线啊，巨大阴线发生之后，在这里做了震荡。为什么震荡呢？因为是周六嘛，周六美股不开盘 ，A 股也不开盘啊，周六周天这2个交易日啊，美股 A 股都处在休市的当中，所以呢，比特币走独立行情的概率不高。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明天是周日呢，它在这块做修复反弹的概率存在。啊，那修复反弹回打到哪儿呢？啊，反弹到哪个位置呢？我认为啊，这里面有一个波峰连线啊。我们现在看的是4小时级别啊，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我用黄色线画了出来。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呢和上方箱体的下沿啊完全重合，这个重合的位置呢大概是在37500美金。也就是说，如果行情出现反弹，37500美金是我们一个可以进场的一个点位。在这里进场的话，你要设置一个止损位，止损位在上方的筹码密集区啊，37500进场做空的话啊，上方的筹码密集区设置的止损位大概在38500美金啊，设置在这里即可啊，设置在这里即可。周日还是有机会做反弹的，因为每一周啊，到周日这一天过了中午都是一个节点啊，都是容易出现反弹。反弹之后等待美股开盘，美股开盘最终会给出一个方向。那么美股啊，在当前日线级别上啊，不断出现新低啊，昨天又出现了一个新低啊，它还有继续下跌的一个趋势啊，因为它在趋势上是下跌的，所以呢，如果比特币发生反弹到达37500，是一个做空的点位啊，是一个做空的点位。我认为呢，在我图示中画出来的这个箱体当中啊，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构。我画一下啊，用5浪去画吧，很容易出现一个这样的反弹结构啊，反弹结构。做这样的一个反弹结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时间切换的这个理论啊，在日线级别上它是第2轮下跌吸油，日线级别第2轮的下跌吸油。那在4小时级别线上呢，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啊，4小时级别的下跌分别是这里悟空标志性阴线，然后合并 K 线啊，在这里合并 K 线，这里呢是第2根八戒，这是第3根沙僧 K 线组，然后唐僧 K 线组。那4小时级别的下跌之后呢，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很容易出现小日线的反弹。如果发生小时线的反弹，我们切换到小日线啊，小日线反弹有标志性阳线啊，标志性阳线我们可以以5月6日这根阳线啊，这个阳线做这个标志性阳线。合并 K 线之后啊，不跌破这里，不跌破箱体下沿的话，它有做小日线级别上涨、小日线级别反弹的这个可能性啊。小日线级别反弹到达37500，就是一个我们做空的点位啊。我不建议在这个快速下跌之后啊，你去追空了，因为这里面很多谎骗型 K 线还是容易出现反弹的。我更多的建议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到达37500美金以后啊，再进行做空，然后这轮行情回到4万美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啊，因为它跌幅这么大、这么快速的情况下越来越小了。那我们在37500进场的话啊，我可以认为38500到39000这里做一个止损位即可啊。如果到了的话啊，你在37500进场的话，如果到达38500，你先止损先出来啊，然后行情来看啊，3个进场的理由。第一个，空头趋势，我们做空；第二个呢是位置啊，你在反弹过程当中寻找可以做空的位置啊；第3个呢，布局你的仓位啊，一定要缓慢的布局啊，防止快速反弹打掉你的空头仓位。然后以太坊这里我画了一个弧形，这个弧形呢是由波谷的连线啊做出的一个弧形的底，这个弧形底当中呢包含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分别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啊，它走得非常清晰，唐僧阴线组构成的。在这轮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认为正在做第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这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5月5日这根阴线可以作为标志性的阴线，是悟空阴线，然后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组
最后呢，它会跌破这个最重要的支撑，也就是2600美金的支撑。这个支撑呢，我们缩小一下图就可以看到，是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2600美金构成的支撑。那这里呢，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会跌破2600美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弧形的跌破的过程当中，弧形的这个位置是在2750。那如果反弹达到2750，在这轮行情当中，如果反弹到达2750啊，这里面还有一个线，我调整到4小时级别，现在图有点乱。就是这个红色的线啊，就是这个红色的弧形的线。如果在反弹过程当中能够到达2750，就是这个弧形的底的这个位置弧形的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就是我们在反弹过程当中进场空头的一个时机在行情当中它的趋势是下行的，目前正处在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过程当中目前处在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八阶位的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也就是5月6日的开盘价，大概就是在2750这个位置上开盘价在2746.36这个位置呢是反弹过程当中可以进场空头的一个时间点。同时呢，上方有筹码密集区，大概在2800美金附近，就是2750进场空单，2800做止损即可。然后这个行情我们在更大一个时间周期去看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乌空八戒目前在沙僧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下周很容易到达2420很容易到达2420，分别是乌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然后再走唐僧阴线的话很容易到达2400美金这个位置所以以太坊目前空头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走势非常清晰分别是悟空、八戒、沙僧、唐僧已经都走出来了，走到沙僧位这个位置上，下方下杀的力度会非常恐怖在这个恐怖下杀力度不断增强的一个前提下很容易看到2400美金的以太坊。同时呢，如果跌破2600，下方的空间会打开下方的下跌空间会打开。上一轮行情当中，以太坊跌了95%，那这轮行情如果跌90%的话，我们会看到500美金的以太坊。所以呢，下周比较容易看到2400点跌破这个最重要的波谷连线形成的支撑。然后我说一些山寨这边很多人关心 JAL 因为它刚上市，然后呢，它目前已经做出了一轮什么呢？做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分别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组目前处在这样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当中。那我认为它目前的调整已经很大了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去抄底。抄底的话，你要止损设置在11.5美金设置在11.5美金，博它的什么呢？博它的做1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切换的理论就是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它有可能做一轮小时线的上涨吸油，分别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样的话很可能从12.5美金到达14美金这是一轮小时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这种新币总量是非常大的，大概是2亿的话这么大的量，而且是全流通的情况下最终呢很容易走这个日线级别下跌或者周线级别的下跌。所以呢，这个反弹要设置止损，防止它快速打下来你要设置在12.5美金设置一个止损抢反弹的话，那最终呢，在当前熊市行情下JAL 还是容易做日线级别调整的一般来说，这种新开盘的币像 GTC 这种都容易像 GMT 的这种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调整但是呢 GMT 是相对来说强势的。我们看一眼 APE 在开盘的时候做没做日线调整
啊，这个 APE 也是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啊，在这里就是两个日线级别的调整，2根日线级别的调整，我认为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最后反弹上来。那 JAL 啊，它这里面还有机会啊，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啊，有可能出现反弹。反弹你要做的是1小时级别的反弹，同时呢，你要预防它做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做反弹的同时要设置一个止损位啊，它已经做完4小时级别调整了。已经做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调整了，所以呢，进场之后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位啊，防止它再往下打啊。在当前熊市呢，它走日线级别调整的概率也非常大啊。为什么非常大呢？因为熊市行情普跌嘛，普跌的情况下，它想表现的机会，它想做多头的情况下啊，想做 JAL 多头的情况下，我认为是它能够出现日线级别调整之后，你进场会更安全一些。同时呢，我更多的认为，如果它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稀有的话，啊，那是最好的一个进场的位置啊，因为目前它的热度有的前提下，它做的调整的时间级别越大，你进场之后越安全啊，就是日线级别调整你进场的话，就没有周线级别调整之后，周线级别下跌稀有调整之后啊，你进场安全。所以呢，JAL 是可以进场仓位的啊，进场一定的仓位的，但是不能梭哈啊，这种币种下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啊，因为超级主力手中有很多的货啊，上线之后先砸一波，对吧？砸一波套牢大家啊，所以呢，你要确定的是时间级别的这个概念啊，就是它发生了4小时级别下跌稀有之后啊，你可以做一波小线级别的反弹。如果发生日线级别的下跌稀有完成之后啊，你可以做4小时级别的反弹。如果做周线级别的调整之后，那么你就有机会做日线级别反弹啊。时间级别跌的时间级别越大啊，你做反弹的时间级别相对来说也越大，你做反弹能够获利的空间，大的可能性也会增加。然后我说一下抹茶交易所啊，最近福利特别多，通过我的链接注册可以得到$25比特币的收入，还有$10005次的抽奖机会，同时参加合约大赛呢，会获得最高$10000或者是一辆福特野马的跑车。然后每天还抽取10名的 iPhone 13啊，活动特别多，特别给力，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链接去注册抹茶交易所啊，最近活动特别多，特别好。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